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点，程毅的爆火是玄学还是实学？娱乐圈从不缺一夜爆红的奇迹，但为何程毅的流量如滚雪球般越滚越大，粉丝忠诚度堪比铁血军团？当一夜爆红成为娱乐圈的常态标签，程毅的走红轨迹却显得格格不入。没有铺天盖地的热搜轰炸，没有资本强推的销售矩阵，甚至没有符合主流审美的第一眼惊艳屡屡被嘲，他却以琉璃、沉香如屑、莲花楼等作品步步为营，跻身流量前列。有人归因于玄学，认为他的爆火是机缘巧合下的偶然，但若细究其十几年演艺生涯的脉络，便会发现程毅的玄学不过恰是一场实学的胜利，用作品筑起护城河，用人品夯实根基，用清醒定义长期主义。一、作品护城河，从戏吃道具抛脸的进阶之路。演技的突围，从破碎感到武侠魂的层次蜕变。程毅的流量密码，首推奇剧抛式演技。在琉璃中，他以司凤的破碎感一战成名，时势轮回的隐忍与深情，被精准拆解为眼尾泛红的颤抖，指尖蜷缩的克制，甚至吐血的角度都成为情绪递进的标点。到了沉香如屑，他一人分饰三角，从清冷帝君应渊到偏执修罗玄烨，再到炽热少年唐周，每个角色的眼神、体态乃至呼吸节奏皆迥然不同。观众调侃程毅的演技是精分式的，连头发丝都在演戏。而在莲花楼中，他更以李莲花一角完成武侠精神的当代诠释。从天下第一李相夷的桀骜张扬，到碧茶缠身、隐于市井的李莲花的淡然通透，他通过细微的肢体语言，如佝偻的背、虚浮的步伐，将角色的沧桑感层层递进。一场篝火舞剑的戏份，他借剑锋的凌厉与身姿的颓靡，将英雄末路的悲怆化作视觉诗篇。他用剧抛脸的功力将流量逻辑改写，真正的护城河不是热搜上的话题，而是观众心里烙下的角色印记。打戏的破圈，武侠美学的肉身化表达。程毅的打戏之所以成为流量杠杆，在于他摒弃了工业流水线的特效堆砌，回归武术的肉身叙事。在莲花楼的东海之战中，他的凌空翻越、剑锋破空，皆以腰腹发力与腕部控制的精准力学逻辑呈现，连衣袂翻飞的轨迹都暗合角色心境。赴山海曝光的黑白对决片段中，他一人分饰萧秋水与李晨舟，前者初入江湖的踉跄青涩与后者邪魅霸气的招式对比，将武者及智者的哲学思考融入武术设计。这种打戏及心细的演绎，让武侠不再是视觉噱头，而是角色灵魂的外化。他用真实感的打戏重新定义武侠美学，他的剑锋划破的不是空气，而是行业浮躁的泡沫。二、颜值争议下的美学突围，冲击人攻击人，非典型美男的冲击人美学。程毅的颜值始终伴随争议，有人诟病他五官寡淡，但他的美恰恰撕碎了工业流水线审美的桎梏。他的五官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浓颜系，却自带一种冲击人与包容人并存的美学张力。他的面容恰似宋徽宗的瘦金体，下颌凌厉如刀裁般清俊，眼神却氤氲着江南烟雨的温润，眉骨深邃如斧凿般硬朗，嘴角却晕染着春日暖阳的柔和。这种刚柔并济的冲突感在莲花楼中达到极致。李莲花破碎时是雨打青瓷的易碎感，执剑时又化作孤松丽雪的凛冽。更难得的是他的没有冲击人，却无攻击人。观众不会因他的容貌产生距离感，反而会被他眉宇间透出的凡人感、故事感吸引。这种特质让他的角色天然具备情感投射的入口，观众看到的不仅是角色，更是一个努力活出光芒的普通人。角色赋能从皮香到骨香的升维，
与其说观众为他的颜值倾倒，不如说被他赋予角色的故乡征服。琉璃钟丝凤的破碎美，沉香如屑映渊的神人美，莲花楼里莲花的烟火美，皆以情绪张力超越五官局限。它证明了演员的魅力不在皮囊的完美，而在于角色赋予的氛围感，或者说是角色灵魂的投射。3. 人品底色，10年如一日的慎独修行。在综艺横行、热搜为王的时代，程毅的低调显得近乎另类。不炒作 CP， 不贩卖私生活，甚至鲜少参与综艺，这种反流量操作却意外成为其粉丝粘人的核心来源。观众从他的笨拙中嗅到稀缺的真实感，发布会上的手足无措，访谈中的诚恳应答，片场花絮里对武打武术的反复打磨，这些细节构建起一个非工业化偶像的形象，他更像一个沉浸于表演世界的匠人，而非精于人设经营的明星。从9年前综艺里神采飞扬的张扬少年，到现在采访中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，程毅用近10年时间完成了从见山是山到见山还是山的修为进阶。面对粉丝摔倒时下意识的搀扶武术，消息中始终如一的谢谢，这些未被镜头记录的细节，恰如中庸所言，莫见忽隐，莫显忽微，在社交平台催生出考古程毅越挖越干净的奇观。4. 清醒的长期主义，在捷径时代走笨路。作品选择，步步为营，打破舒适圈。程毅的流量爆发看似突然，实则是持续蓄力后的必然。从唐宫美人天下中的小配角冯小宝，到琉璃一战成名，他用了整整9年。琉璃爆火后，他没有扎堆在舒适区，而是不断挑战多元题材。南风之我意中的现代霸总傅云，深底线里接地气的法官周易安，莲花楼的江湖游医里莲花，每一步都在步步为营。更难得的是，他对作品生命周期的深刻理解。不同于靠热搜维持热度的短期策略，他主演的剧集往往具备长尾效应。琉璃播出近5年，仍居各平台古偶榜单前列，莲花楼更被业内视为武侠复兴标杆。这种后劲正是源于作品本身的扎实品质。商业布局，拒绝透支，以口碑换长线。相比疯狂接代言、上综艺的流量套路，程毅的商业合作显得格外克制。他代言的品牌多为国民度高、吊人稳的品类，这种重质不重量的策略，反而让他的商业价值持续走高。正如粉丝调侃，程毅的代言，闭眼入都不会踩雷。流量变现的终极密码，从来不是收割，而是信任。平台关系去中心化，在博弈中握有主动权。程毅与优酷、腾讯、爱奇艺3大平台均保持动态均衡的合作关系，既不站队也不树敌，既不绑定单一平台，亦不陷入资源争夺战，而是以作品质量而非平台资源制衡话语权。在优酷，他凭借琉璃、沉香如屑等爆款成为优酷会员代言人，品牌联动深度直达的广开平等线下场景。而腾讯与爱奇艺则通过富山海双平台频繁联播、卡点官宣等创新模式，展现对其抗拒能力的极致认可。这种去中心化策略，使它在平台博弈中始终握有主动权。优酷以排面销售巩固其国民度，腾讯、爱奇艺以内容共创开拓新受众群，三方竞合反而形成商业价值的叠加效应。这种大智若愚的策略，让他避开了流量明星常见的昙花效应，让他在行业洗牌中稳居上游。平台需借其撬动用户增长，而他却不必受制于任何一方，最终实现以我为主的生态位掌控。5. 普通人的共鸣，努力者的神话狂欢。程毅的崛起，更是一场普通人逆袭的共情狂欢。没有资本力捧，没有天赋异禀，他的故事充满笨鸟先飞的励志色彩。无背景的他，早期试镜屡屡碰壁，
凭借死磕演技一步步爬上行业金字塔。这种经历恰好击中当代年轻人对努力仍有价值的心理渴求。正如程毅领奖台那句：“我可能不太会说话，我就多做一点吧。”程毅的逆袭没有天降紫微星的爽感，却让无数普通人看到，在天赋与运气的赌局之外，还有一种成功叫日拱一卒。粉丝们在他身上投射的不仅是对明星的崇拜，更是对专注与坚持的集体致敬。所谓玄学，不过是厚积薄发的另一个名字。程毅的流量神话，本质上是一场实学对捷径的胜利。他的成功，是14年从龙套到主角生涯的沉淀，是对表演近乎偏执的钻研，是身处浮华却坚守初心的定力。从琉璃到莲花楼，从仙侠到正剧，他一步步用角色搭建起与观众的信任桥梁。他用演技证明，观众从未放弃对好作品的渴望。用人品招式，在浮躁的名利场，真诚与专注仍是稀缺品。用职业路径诠释，流量可以速成，但真正的影响力必须扎根于文化的土壤。这世上从无凭空而来的玄学爆红，有的只是将实学做到极致的必然。